只要状元公同意，咱家自有办法，让状元公攀龙附凤、堂而皇之的成为驸马爷。不，在下确有蹊跷，只要查阅学籍，即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？咱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。魏公公，此话怎讲？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，来自泸州合肥。他无亲无眷，孑然一身。巧的是，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。只要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，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，而理所当然的被招为驸马爷了吗？什么？这怎么行啊？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？大家说过，他无亲无眷。再说，在这京城里头，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。就算没人认得，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，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？状元公放心，咱家自然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。大叔，师妹不肯认我们，大叔你一定要帮帮我，大叔，大叔你要帮帮我，大叔。香莲，你放心，大叔这是来帮你认人的，你不要再难过了啊！公孙先生，大人吩咐他们见完面以后，带地保陈春去厅中说话。陈春，你先随我去见包大人。是，香莲，来。公孙先生，放心，大人问过话之后，对此事自会有所安排。你回房中安心等待吧。是，多谢公孙先生。陈春，请。小人陈春见过包大人，请起。谢包大人。方才你可见过那秦香莲了？是，小人见过他了。他的夫婿陈世美，想必你也熟识。回包大人，他的夫婿陈世美是小人的同族晚辈，小人是看着他长大的。本府致函泸州知府孙大人，要你前来京城，协助本府查案。你可知悉内情？回包大人，小人只知道包大人要小人前来认一个人。不错，本府要你前往驸马府，看看那状元驸马与秦香莲的夫婿究竟是否同一个人。回包大人，据陈家村另一名落地举子陈坤说，新科状元的确就是咱们陈家村的陈世美。不，本府要你眼见为凭。是。不过，怎么，你有何爱难之处？回包大人，小人只是一个小小的陈家村地保，小人是担心进不了驸马府啊。你无需担心，本府自会亲自带你前往指证。是。今日天色已晚，
不克前往。明日一早，本府会传你同往驸马府。好，是，小人恭候包大人的传唤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可曾安排陈春的住处？回大人，属下已经安排好驿馆。好，先带陈春前去歇息。是。谢包大人。行。大人，由大人亲自带着陈春到驸马府去指认陈世美，恐怕不妥吧？公孙先生认为有何不妥？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，学生是担心他恼羞成怒，借题发挥，恐怕会对大人有所指责。公孙先生可有别的办法？何不安排陈春在暗中认人呢？暗中指认，倘若导致错认，岂不更糟？本府何尝不知，此举并不妥当。可是除此之外，不能立即确认驸马身份，更不能解秦香莲母子心中之疑。倘若因此而遭人非议，本府也只好一肩承担。天凉了，别着凉了。春哥呢？睡了。你在院子里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春哥的未来。你瞧你，春哥才出生没多久，你就替他担心起未来了。我当然担心。如果没有你，我不会有今天。不知道我们春哥会不会跟我一样幸运？你放心，春哥的爹是个读书人，将来春哥长大了也是个读书人。不，那不够。我希望春哥能够拥有比我还好的童年。如果什么？如果我可以考中进士，走上仕途，那春哥和这个家的未来也就再也不用操心了。你想入仕途做官？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，这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期盼的吗？那也不一定。我爹常说，读书未必要做官，所以他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先生。香莲，我绝对没有瞧不起你爹的意思，我只是……不，你不用解释了。也许我爹只是为了他自己没有考取功名做解释，他说的也不一定都对。世美，
你真的想投身仕途吗？我想我应该去试试吧。好，既然你决心已定，那我们就关闭私塾，让你专心苦读。关掉私塾，这怎么行啊？可是如果不关私塾的话，你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用功读书了。那我们家里生活用度怎么办？哦，家里的田地可以重新开垦种植粮食啊。不行，爹娘年事已高，他们不能在夏天种地了。我来。你连田都没下过呀？我可以学呀，我什么苦都能吃，只要你能够认真读书就行。项链，世美，你必须答应我，你一定要考取进士，让春哥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，让这个家以后不再为衣食忧愁。好。我答应你，我绝不会让你失望。啊，起风了，雨披上吧啊！多美的月亮！驸马，驸马，啊，公主，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外头夜寒，小心着凉了。来，坐。我在书房没有找到你，你坐在这儿想些什么？我在想你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？那有什么好想的？是男是女有什么不同吗？他们生在皇家，是男是女都会得到宠爱。驸马，如果你爹娘还在世的话，是不是希望是个男孩？我想他们都会喜欢的。我想也是如此。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够为我们的孩子祝福。爹娘，村里的陈春大叔来了，包大人要带他去见世美，请爹娘保佑，让世美肯认我们，让孩子能和他们的爹在一起，求爹娘保佑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泸州来的地保陈村吗？是，你是？你不用害怕，我是驸马府的人。包大人突然莅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不敢，本府一向有话直说，还请驸马爷休要见怪。
包大人清正刚直，满朝尽知，但说无妨。既然如此，本府直言，有人前来开封府指称，对驸马身份质疑，本府特来澄清。哦，竟然会有人对本宫的身份提出质疑，这倒令人匪夷所思。此事的确有违常情，然而，若是驸马不另一见人证，对本府侦查此事大有帮助。既然包大人是为了办公事，本宫岂能不配合协助呢？也罢，本宫愿意见他。多谢驸马。人证就在厅外，不知……好，现在就请他进来吧。那本府就得罪了。马汉，请。小人见过包大人。啊？驸马不是陈家村的陈世美。不错，陈春当场认人，证实的确不是同一个人。哦，果然是同名同姓啊！莫非大人尚有不解之处？本府也说不上来，总觉得其中另有蹊跷。哦，请大人明示。本府贸然带着陈春前往驸马府认人，却果然证实与驸马无关。公孙先生，若依常理推断，那驸马当作如何反应？驸马的身份遭人质疑，难免会心生不快。不，他却欣然接受，毫无异议。或许他是碍于大人的情面，不得不如此。然而他却毫不意外，神色自若，这岂非有违常情啊？大人，陈春是张龙赵虎由陈家村接来京城的，他从小看着陈世美长大。既然他已经证实陈世美不是秦香莲的夫婿，则此案可以认定秦香莲认错人了，大人又何必介怀呢？也许是本府多虑了，只是如今那秦香莲恐怕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呀。大人，应该不会吧？既然驸马不是他的夫婿，就没有抛妻弃子之事，他也该感到安慰才是。然而那陈家村的陈世美如今又在何处？科考落地之后，他为何没有返乡回家？只怕此案还另有发展，对秦香莲母子来说，还会有更多的煎熬逐一浮现。大叔，你说那个人他不是世美？不是，我亲眼看见他的，的确不是。可是那个人他也叫陈世美啊。那是同名同姓，他是泸州的合肥人。不，村里的陈坤大哥说，亲眼看见他骑马游街啊。他呀，那一定是看错人了。
你一直认为这驸马就是世美，可是大叔绝不可能认不出她来呀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啊，不是世美她不肯认你们。那世美现在在哪儿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该怎么办？大叔，我该怎么办？小莲，你不要再难过了，听大叔一句话，回家吧。至少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还可以照顾你们，春哥和冬妹才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成人呐。师妹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驸马爷何必动怒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你还敢说？那陈春怎么会到京城来？而且还和包大人一起来？包大人不是说了吗？有人质疑驸马爷的身份，所以带陈春来认人的。你说过，出了任何问题你负责。如今怎么办？你什么也别办，照样做你的驸马爷就行了。魏明，你说得倒轻松。今日包大人能带程春来府里认人，谁知他日他又会带些什么人来查些什么呢？驸马爷就放心吧。那陈春来了又能如何？只要花些银两，就能摆平这些乡下人。谁也不知道你驸马爷真实的身份，反倒证明了驸马不是陈家村来的陈世美。你，我当初真是不该听你的话。当初这么做是你心甘情愿的，难道现在要怪在奴婢一个人的身上吗？你是什么人？恭喜状元公。多谢。阁下是？咱家是乐平公主宫中的太监总管魏明。咱家不请自来，还望状元公不要见怪。好说好说。魏公公此来有何见教？状元公奉旨跨马游京，不知献杀多少应考举子，并且也让京城百姓有机会一睹状元公的风采。那是皇上的恩宠。巧的是，乐平公主也微服出宫，正好赶上这次盛会。如今乐平公主还是待字闺中，巧遇状元公后，便起下了爱慕之心。太后对乐平公主一向宠爱，如今
以请皇上赐婚，将状元公招为驸马。啊？不，魏公公，在下家中早有妻室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别急，公主对状元公青睐有加，大家自然会了解清楚。状元公来自泸州府舒城县陈家村，上有年迈父母，下有儿女各一。大家说的可对。魏公公既然对在下的身家背景如此明了，你当知皇上赐婚一事绝不可行。不，公主是由咱家一手带大，她一向眼界甚高，难得对状元公情有独钟，咱家怎能让她失望？魏公公此话何意？只要状元公同意，咱家自有办法，让状元公攀龙附凤，堂而皇之的成为驸马爷。事隔才几个月，驸马爷应该不会如此健忘吧？当初如果不是你自己同意的，谁也不能逼你成亲。如今你可是当朝的驸马，荣华富贵享用不尽，这不是驸马爷心中所愿的吗？魏明，你明知当初我不得不听你的，你又何必此刻冷言相讥呢？当初你可以不听，如今这个局面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。不，在下确有蹊跷，只要查阅学籍，即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皇家又岂会招在下为驸马呢？咱家的办法就是出在这学籍之上。魏公公，此话怎讲？本科有一名落地举子，来自泸州合肥。他无亲无眷，孑然一身。巧的是，他与状元公同名同姓。只要将应考号牌所属的学籍做一对调，那状元公岂不是就没有蹊跷，而理所当然的被招为驸马爷了吗？什么？这怎么行啊？难道就不怕他日遭人揭穿？大家说过，他无亲无眷。再说，在这京城里头，根本就没有人认得他。就算没人认得，他若是知道我冒用他的身份，就不怕他出面举发吗？状元公放心，咱家自然会让他在人间消失的。不，万万不可！岂能因此加害一条人命呢？状元公，这是咱家的事，就不劳状元公费心了。不，在下绝不同意。如果状元公不同意，那公主的一番情谊不就付诸流水了吗？公主若是得知在下确有蹊跷，想必也会谅解。不，既然公主是咱家一手带大的，咱家自然对她知之甚深。以公主的脾气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即便如此，也只有让公主失望。如此说来，状元公是不肯这么做了。在下实在不能。还请公公见谅。也罢，既然不能勉强于你，咱家也只能作罢。不过，这状元公的头衔，恐怕也不属于你了。你说什么？咱家已把对调学籍的事安排完毕。这荆轲状元应该是来自泸州合肥的陈世美，而不是舒城县的陈世美。大家相信，明日就会有礼部官员为了他们的错误失职而自请处分。至于你嘛，就回乡和你的全家团聚去吧。且慢！怎么？你改主意了？不错，当初的确是我的选择。事已至此，驸马爷又何必为此事伤神呢？可是那陈春呢？驸马爷放心，那陈春绝不会成为驸马爷的问题。那以后呢？驸马永远是公主的驸马，而奴婢也永远是忠心耿耿的驸马府总管。奴婢愿以性命担保，绝不让驸马有半点差池。秦香莲，你家乡地保已经证实，驸马并非你的夫婿，本府无法接你的诉状，你可明白？香莲明白。陈春，小人在。本府将你招来京城坐镇任人，如今你可回到陈家村，是，并将秦香莲母子一并带回。沿路之上，要善加照顾，不得有误。是，小人遵命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交代府中账房贴补他们的返乡费用，再由本府俸禄之中提拨纹银20两，给香莲母子作为日后生活所需。是。多谢包大人。你不必向本府致谢。返乡之后，你要独自一人抚养2名子女，往后日子还长，你要自己保重啊。是。陈春，你们预定何时启程？回包大人，小人顺便在京城办点事儿，明日一早即刻启程。香莲母子可以在府中多住1晚，明日一早随陈春一同返乡。你们退下吧。谢包大人。走吧。大人，
学生立刻去安排账房，支付费用。我只知道欧阳兄是马帮的大当家，没想到你和马帮还有如此深厚的渊源。江湖上一直不明白，北峡欧阳春怎么会接掌马帮？除了马帮的老人之外，无人知道我和白老帮主的关系，更不知道我差点成为他的女婿。连白小双也不知道。白灵生下他之后，就难产过了世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，我曾不时去探望他。他只知道我是他最亲近的一位叔叔。你不想知道当年的事情吗？詹某好奇心一向不大，这是欧阳兄的私事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好多问。南侠展昭果然不同于一般人。这件事埋藏在我心底已有很多年，无人可说，可又不吐不快。今天我主动跟你说，你可愿意听？既然如此，詹某洗耳恭听。好，那我就话说从头。想当年我初出江湖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白老帮主执掌的马帮在江湖上颇负盛名，于是我就登门独闯。你就是欧阳春？不错，阁下就是马帮帮主白鹰白大当家。正是白某，不知欧阳少侠来我马帮有何见教？哼，马帮威震江湖，我想知道究竟是否浪得虚名。住口！年轻人不要太过狂傲。所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江湖中讲的可是实力。那我就看看你马帮有多少实力。所谓实力，并非单指武功，更重要的是以侠义二字服人。哼，好，那就让我试试你们马帮的武功。住口！欧阳春，哼，你不要目中无人，在我马帮撒野。爹，让我来试试。这小子究竟有几斤几两？哼，看来马帮果然没人了，居然一个女流之辈也敢强出头。不要小看女人，好吧，就由小女白灵和你比试一番。哼！马帮卧虎藏龙，高手众多，怎么会让白灵来跟你比试呢？当时我也很奇怪，他们似乎很有把握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白灵的一身武功，尽得白大当家的真传。纵使如此，那白灵怎么可能是欧阳兄的对手呢？哼，你错了。如今你该知道马帮不容人侵辱了吧？
欧阳春技不如人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，任由马帮处置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过马帮从不蓄意与人为敌，又何必对你做任何处置呢？你去吧。你让我走？不错，你只要记住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如果让我走，我还会再来。哦，你还来我马帮做什么？我会回去，潜心苦练，然后我们再比一场。我有把握，一定会赢你。你，爹，让他走吧，就算他再练10年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。欧阳春，你后悔了？不，老夫只是想和你谈谈。白帮主，有话请说。争强斗胜并不是江湖人唯一的选择。你的武功不弱，而且坦然服输，光明磊落。老夫想劝你几句。马帮虽是江湖组织，却从不为恶。如果你肯留下，日后或可闯出一番事业。白帮主，你的好意欧阳春心领了，不过我志不在此。哦，那么你又志在何方？行侠仗义，笑傲江湖。哼，你来我马帮挑衅，也能算是行侠仗义？不，我只是想知道我武功究竟如何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只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。所以我说过，我一定会再来找你。所以我也说过，你再练10年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用不了10年，3年之内我会再来找你。如果你败了，你又如何？如果我败给你，哈，那我任由你处置。好，如果你败了，就必须要嫁给住口！欧阳春，你敢出言不逊！白帮主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赌注。你爹，不必动气。好，我就答应这个条件。灵儿，你爹，他是绝对不可能赢的。欧阳春，那如果你输了，又当如何呢？你要如何？我要你的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欧阳春未过门的妻子。告辞。爹，由他去。哼，由他去吧，他输定了。没想到，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白灵。那以后，你再也没有回过马帮？不，3年期限快到的时候，我回去了。可是白灵因为生下白小霜，患了血崩之症，身亡了。世事多变，人生无常。只可惜你永远无法印证你的武功是否能够胜过他。虽然他的人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是印证了我的武功超过了他。那又是如何印证的呢？
白灵的武功传承于老帮主，我是从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。欧阳春，白帮主，久违了。你毕竟还是来了。我还有一场生死之约没有履行，我怎能不来？白灵呢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他永远也无法履约。你说什么？这3年来，你的武功想必精进不少，才敢再度上门。不错，我闭门苦练，就是为了一雪当年之耻。可惜你却来迟了。他已经去世2年了。他还这么年轻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怎么死的？那与你无关。你只要知道他已经无法履约，和你再战上一场。不，这3年来，战败之耻，在我脑海中从来没有消失过。难道你让我一笔勾销吗？逝者已矣，不一笔勾销，又待如何？白灵不在人世，我还可以找你。你找老夫做什么？你是白灵的爹，他的武功得自你的真传。如果击败你，更胜于击败他。不，老夫岂是争强斗胜之人？或许你不肯，可是败给白灵，是我一生中无法消除的耻辱。如果你不肯，我欧阳春终此一生与马帮为敌，叫你马帮永无宁日。好，既然你非斗不可，老夫就代替灵儿和你斗上一斗。你用什么兵器？老夫练的是鹰爪功，这就是老夫的兵器。得罪了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欧阳春，老夫败了。唉，没想到你的武功精进如此之多，连老夫都不是你的敌手。倘若灵儿在世，就更非你之敌了。当年战败之耻，你已全雪，难道你还要老夫昭告江湖不成？不，战败了如何？战胜了又如何？3年前，白灵胜了我，如今只剩下一抔黄土。今日，
我胜了白帮主，谁又知道3年以后，我又在哪里？欧阳春，白帮主，你说的没错，江湖人不应该只是争强斗胜，要以侠义2字服人。欧阳春却执迷不悟。白灵，3年前一战，你让我潜心苦练，今日跟白帮主一战，却叫我如当头棒喝。从今天开始，欧阳春不再计较胜败得失。今后你作何打算？可愿意留在马帮？不。我志在行侠仗义，笑傲江湖，这一点恐怕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不过由你父女2人身上得到的教训，却让我终身受益不减。欧阳春多有失礼之处，还请白大当家的不要怪罪。告辞。且慢，抛下过去的恩恩怨怨不论，你可愿交我白鹰这个朋友？白帮主，你虽不问，老夫也要告诉你，白灵是因难产而亡，留下一个2岁的孤女。我祖孙2人相依为命，若多了你这个朋友，相信灵儿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。好，我教你这个朋友。从此，我和马帮帮主结下了忘年之交。多年以来，在江湖上闯下了个北侠的虚名。可是，我不时回马帮，和他祖孙俩见面。老帮主告老退隐，我就接下了马帮的帮主。如今，我交还给白小霜，叫他继承祖业。今天这件事，要不是从欧阳兄口中说出，詹某还真不能相信，欧阳春和马帮还有如此一段往事。故事讲完了，我们也该赶路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欧阳兄，此话怎讲？我怕小霜会对八王爷不利。你不是说白小霜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，她不会加害王爷的吗？那是以前，今天是白灵的忌日，他一定会带八王爷到坟前去祭奠。情急之下做出任何事情，我们都无法预料。什么？他对八王爷抛弃他们母女俩耿耿于怀，必须让他们亲自解开这个心结。这也就是我一路陪着你跟踪他们的真正原因。只有你才能阻止他伤害八王爷。老帮主跟我都不便出手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马帮的吗？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是带你来向一位故人祭拜。啊？这是白灵的坟。不错，19年前你就应该来。
白小霜，这白小霜又是何人？她是白灵的女儿。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？我就是白小霜。你是白小霜？那你爹是？我没有爹。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雪崩而死。这19年来，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，甚至连她死了，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。不，我曾说过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都没有人会相信你。我今天带你来，只有一个原因。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。白灵，白灵，昔日一别，竟成永诀。我再也没有想到，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。义弟究竟是谁？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好，让我这样问你吧。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？在你娘难产之时，那个人可曾来探视啊？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？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像那么薄情的男人，根本就没有心。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马帮耳目，遍布天下，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？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？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，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。如此说来，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？我会让我娘瞑目的，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。你能够找到他？我不仅能够找到他，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。如今他人在何处？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。你是说我是你爹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今天我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
你就是我的女儿。住口！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。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？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？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。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。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？像你这样的人，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？我不知道，白灵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她怀了我的骨肉，我更不知道她还因此而死。若早知道，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。不要找理由，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。不是在找借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如果你要对我动手，我不会有半点善意。就凭我的武功，就算你想逃，也逃不掉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，你就动手吧。好，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。战护卫，王爷受惊了。展昭，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？展宝在此，休想伤害王爷。战护卫，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。王爷，展昭，你都听到了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，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？光凭这一点，展宝非管不可。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！住手！爷爷，白老当家，小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爷爷，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明知他是你爹，你不能杀他。爷爷，他不是我爹。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，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。
他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准他来，更不准他来上坟。死者为大，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。回马帮去，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。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，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，也该在这里结束。爷爷，我在等你说清楚，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？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。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。不，有关。没有当年，就没有今天，更不会有你。当年，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，马帮虽为江湖，却也为朝廷尽点力。于是，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。你没事吧？多谢姑娘相救，在下安然无恙。他们这些人来自西夏，他们是不想让你买马。姑娘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是马帮的人，白大当家是我爹，我叫白灵。这边请。八贤王一路辛苦了，老夫白鹰未曾亲自迎接，还请不要怪罪。白大当家的好说，若非马帮搭救，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。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，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。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，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。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，同时，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。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，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。万万不敢！请坐。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，白鹰一介江湖草莽，没有大礼参拜，以示失礼，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？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，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，协助朝廷充实军备，实属难得。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，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。好，的确不愧为八贤王，白鹰由衷佩服。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，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。西夏行刺阴谋，不会轻易放弃。在此期间，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。灵儿在。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他。小女白灵武艺高强，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，也可利用空闲之时充作向导，看看西北的风光。那就有劳白姑娘了。哎，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，那不能那么客气啊！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，叫我白灵。是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当年的情形。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。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挑选良居，的确费了不少时日。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，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。白大当家，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。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。各位，请听展昭一言。江湖儿女不受礼教束缚，白灵出身马帮，个性豪爽，敢爱敢恨，那是理所当然。他对王爷情有独钟，才会甘心情愿以身相许。倘若我们用世俗眼光去评论于他，展昭认为，这不但看轻了他，更玷污了他和八王爷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。怪只怪我娘认人不清，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。小双，爷爷，我没有说错。他离开马帮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，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？不，他来过，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。白大当家的，你为何不让我见他？不是我不让你见他，而是他不愿意见你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王爷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要见他？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，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，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？白大当家的，你不必再说了，你是当朝的王爷，我是马帮的帮主，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，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。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，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，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，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，不知轻重。白大当家的，王爷请自重，白灵不想见你，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。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，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。你请吧。他走了？走了。那就好。灵儿，虽然你不许爹杀他，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？爹，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。他来自皇室，而我却来自江湖。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。不，爹，我了解他，不用你去逼他，他也会把我娶回去。可是我自在惯了，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。那样对他，对我肚子里的孩子
都没有好处。可是你，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？爹，女儿不想嫁人，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祖孙3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，就足够了。你真的这么看得开？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。爹，能怀上他的孩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，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，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。爹，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。唉，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。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，爹就一切依你。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，这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呐。不错，灵儿一向有主见，老夫也知道，对他勉强不得，只好由他。好，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，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，他还是不肯来？小双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。爷爷，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，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。不，他也曾经试图要来。白大当家的，不，我必须告诉小双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娘生下你之后，犯了血崩之症，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，派人去通知她。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，于是也失去了理智。怎么不走了？有人挡住路！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灵她，我不许你去看她。不，我要在她入殓之前见她最后一面。她是因你而死，你还敢去打扰她？因我而死？她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不必知道，你也不准去看她。连在她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？不行！若是我非去不可呢？我就杀了你！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去。好，到来！老夫以此刚刀为誓，只要你不立刻回京，老夫不但要杀你，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。如违此事，如同刺刀！当年因灵儿处死，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，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追根究底，都是我的错。
小双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。爷爷，我不怪你。白姑娘，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，并无怨恨。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？小双，我不会认你。这19年来，我只有爷爷，只有欧阳叔叔，只有马帮的弟兄，我没有爹。小双，爷爷，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，让我突然接受他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小双。老夫实在没想到会成为这种局面。不能怪他。若要让小双认我这个爹，就要靠我自己努力去争取。唉。秦香莲如今的情形如何？驸马不是他的夫婿，的确让他颇有失落之感。不过，他似乎已经认命，明日和陈春回乡之后，当能面对日后的生活。这样也好，否则，若是驸马果真是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，即使让他伏法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，也未必是福啊。启禀大人，秦香莲求见。哦，让他进来。是，请。香莲叩见包大人。你起来说话。谢包大人。你见本府有何事？可是银两太少，不符家用。不，包大人所赐的银两足够香莲母子生活所需了。那么你可是有未了的心愿不成？正是。香莲知道大人公忙，也不该打扰。不过香莲斗胆，求包大人再施以援手。你说，当今驸马不是香莲的父婿，包大人未办香莲冒染皇亲之罪，香莲感激不尽。可是如今香莲担心的是，香莲的夫婿又在何方呢？新科进士之中，除了驸马之外，并没有陈世美之名。依常理推断，很可能是落地返乡了。可是发邦期间已经半年，如果返乡的话，也早该到家了。或许是你来京城之时，恰巧与他错过了。同村的陈真大叔前天刚从村里来，未曾见世美回来啊。这香莲，你的意思本府明白，你可是要本府协助寻找于他？正是。香莲知道大人公忙，可是除了大人之外，香莲真的不知道该有求于谁好，所以本府明白，本府会尽量要求各地方官府协寻，一旦有他的消息，立刻通知于你。香莲多谢包大人鼎力相助。你且回房歇息，明日返乡路途遥远，还有儿女要照顾，必须有充沛的体力才行啊。是，香莲告退。
大人，人海茫茫，何处去寻呐？或许是那陈世美大考落地，无颜返乡，甚至是遭遇了什么意外。那就更要去找。对我等而言，固然会因此而增添不少多余的麻烦，然而对秦香莲母子而言却是极为重要。所谓鸡民之饥，苦民所苦，这才是为官之道啊！是，大人体恤百姓，足为百官表率。不，本府岂敢图此虚名，但求无愧我心罢了。学生明日会行文各地官府，协寻与陈世美相似之落地举子，一有消息立刻回报。大人何事忧心呢？秦香莲进京寻夫一事，本府始终隐约觉得别有蹊跷，只是虚而不实。或许是大人太过于关心秦香莲母子罢了。或许真是本府多虑了。公公，你总算来了！哎呀，小人我等的心都慌了。来，快请坐。我如果不避人耳目前来，岂不是要坏了大事？哎，是。公公，小人今天在府上的应对，可还适宜？你做的还不错。哎，包大人可曾生疑？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公公，您答应小人的赏赐？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大家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。明天你回陈家村就不许再在京城露面，你明白了吗？不过，怎么，你还想违背不成？不，小人怎么敢反悔呢？只是小人冒着被包大人发现的风险，昧着良心说驸马爷不是咱陈家村的陈世美，再加上往来奔波，您看看，原来你是嫌钱少啊！还请公公多赏赐一点啊！说吧，你到底要多少？多了小人也不敢开口，500两银子。你胃口倒不小啊！500两银子，在公公的眼里，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。也罢，明日你到城东的树林里去等着，大家会给你送过来。谢谢。明天，今晚不行吗？你当我是开钱庄的？5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想要明天就去等着，否则大家就不管了。公公，您要是不管了，这驸马爷的身份可就……你别想威胁我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把这事捅出去，
倒霉的可是驸马爷。这事儿与咱家可无关。哼，不过你做了伪证，那包大人他会饶过你吗？公公息怒，公公息怒啊！行，小人明天就到城外去等。公公，您可一定要来呀！啊！不过，你明天最好是带着行囊，拿了银两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你要在城门一打开就到，晚了我可不等你。行，小人一定准时到。哼。公公慢走。